眼前日本选手的行为着实令人瞠目结舌，他竟把咱们中国极为出色的重炮手狠狠撂倒，令其比赛戛然终止，而后竟于大庭广众之下肆意癫狂舞斗，其神态行径全然是在公然羞辱。不但如此，还大放厥词，称魏宁辉实力太过孱弱，甚至狂妄宣称盼着中国拳坛能派出个厉害角色与他较量一番。这般话语一出，台上的魏宁辉瞬间两眼喷火，怒火填膺，即刻立下豪言壮志，是要报此血海深仇，把这莫大耻辱洗刷殆尽。这位战胜魏宁辉的日本选手宫越信二郎绝不是籍籍无名之辈，他敢在咱们中国的擂台这般肆意嚣张，为所欲为，其缘由是他乃当下日本踢拳界身价最高且实力超凡入圣的明星级选手。自他迈进踢拳领域起，便一路势不可挡，如入无人之境，似开启了无敌之态，职业生涯平坦顺遂，把日本国内前来挑战的所有敌手都击打得溃不成军。此后他便将其余的目光锁定中国拳坛，妄图以此为切入点，顺利进军中国市场。不多时，他便迎来了魏宁辉指名挑战。这场赛事对魏宁辉来讲，绝对是一场锥心刺骨的复仇之战。为了洗雪前耻，为了夺回曾经的荣耀与颜面，魏宁辉毅然决然的破釜沉舟，把自己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作赌注。比赛开场前，他还恳切的恳请屏幕前的诸位旁若长按点赞3秒，为其呐喊助威。此刻，就让我们即刻将镜头转至比赛现场。众人皆知，魏宁辉最为擅长、最为厉害的地方，便是他那杀伤力巨大、威力骇人的重拳。在之前的首次较量时，魏宁辉因点数稍逊一筹而抱憾落败，而此新回合刚开始，他便先声夺人，率先发起攻势，竭力想把比赛的节奏紧紧握在自己手中。由于两人此前有过一番交手经历，所以此次并未花费太多时间相互摸底。当下最为关键紧迫之事，便是率先掌控擂台之上的主导权。那怎么来应对这么如同烈火洪水一般的进攻？而且他要适应一个正在日益强大的这个小胖。对，一开场的2记标志性的左手的下位摆拳都打在了对手的肋部上面。做好防守，找机会，假动作，骗对方。小胖的拳是越来越重，越来越连续。此日本选手于日本拳坛畅行无阻，所向披靡，其卓绝非凡之势力展露无遗。首回合时光悄然流逝，魏宁辉在历经特定时长的专项特训之后，此刻施展出的重拳刚猛有力，每一下都精确无误地轰向对手躯体。然而令人惊愕万分的是，该日本选手的抗击打本领远超预期，他竟然果敢地以自身躯体去硬抗魏宁辉的刚猛重拳，仿若有着一股不达目的、不逾绝境、绝不退缩的直溜劲头。估计今天赢也是这样的这个击腹勾拳了。是，如果不做适应性的专门针对性训练啊，这个位置真的很容易被打到，很难防守。是。而且魏宁辉打比赛的时候，竟然是满脸微笑，又是高位的摆拳打到脸上，这真是恐怖的小胖。不过非常奇怪一点的是，魏宁辉的这场比赛是他的复仇之战，他的目标可不只是赢，还要赢得漂亮。在近身对抗时，日本选手很快就发现自己根本不是魏宁辉的对手，所以他开始往后撤，想拉开距离，顺便恢复点体力，期间还不断击腿，大概是想借此反转比赛节奏，重新掌控局面。但魏宁辉压根不在意日本选手的战术变化，他只管不断用重拳发起猛烈攻击，使得日本选手再度陷入困境，被压迫的难以招架，无暇喘息。其实也有点风险，刚才牙套拖出来了，这个应该是在打击之下没有。重拳直接迎面打在对手脸上。因为小胖现在没有刺拳了，他前手是前手刺反拳。对，不做试探性进攻，每一拳都要全拳到位。躲过对手的重拳，还原颜色，防守到位。好，还有10秒钟。但是想击倒这个日本选手，要有耐。这场比赛对魏宁辉意义非凡。第2回合激战已拉开帷幕，魏宁辉主动出击时态势极为激进，似是铁了心要凭自身实力主宰比赛胜负，绝不让裁判的判定来左右战局走向。日本选手因长时间被压制，显然已不堪重负，于是加快自身节奏，不时以迎击拳向魏宁辉展开反攻，企图扭转当下不利局势，为自己拼得一线生机。正蹬，正蹬，而且蓝角也在做拳腿连击，每一拳每一腿也很重。对，第一局这个比赛虽然打得很燥烈，但是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到蓝角。是的，帅帅。
近身拼拳，所以蓝角确实有一个你讲的应有的力量。是的。哦，你看，好，连续3个拳，前2拳都是扫着脸打到了，伤害性不大，但是这个危险。魏宁辉在这场关键较量中背负着众多期望与自身荣耀使命。要知道，一旦他失利，其在中国拳坛辛苦打拼建立起的地位就极可能一落千丈。此前他频繁主动发起凌厉攻势，但随着比赛时间悄然流逝，体能逐渐下滑，无奈之下，他只能放缓节奏，在努力调整自身状态的同时，试图恢复些许体力。可日本选手全然不打算给魏宁辉喘息之机，乘势瞎起攻击，这让被称为小胖的魏宁辉陷入极为艰难的困境。所以魏宁辉必须振作起来，全力以赴，无论如何绝不能败于日本选手之手，只有奋勇向前，才有可能在这场激战中突出重围，捍卫自己的尊严与地位。好，这个手迎接，双方打出血劲来了，打出故事来了。啊，你看双方盖的表情。啊，现在南方在中国轻松的防守。其实啊，大家看魏宁辉在防守的时候，眼睛是在看对方的，所以这不是失控的防守，这是在找机会。危险，双方都很危险，我觉得这种。对，对，漂亮，对的，对。要小心。比赛步入关键第3回合，经过短暂中场休息，魏宁辉仿若重获无尽动力，恰似满面勇士，再次与擂台主动发起强烈激锋。显然，为这场意义非凡的比赛，魏宁辉赛前做足准备，在体能储备与分配上精心规划。可想而知，此关键最后一回合，他定会全力出击，缔造热血沸腾的精彩时刻。毕竟，众人皆盼其威力双拳如雷霆万钧，可恶日本拳手以酣畅大胜为复仇之战完美收官，向拳坛彰显其实力与决心。这是对第2期战术非常积极。他是不被受但是到机会，2个人都是打 KO。对，我觉得这第3次最后一个，看看谁能抓住这个微小的破绽。这个打准最典型。对。好，还没破绽。第3回合已过大半，魏宁辉因频繁主动压制日本选手，体力开始难以稳进。这一状况被日本选手敏锐捕捉，其眼中隐隐闪过一丝窃喜，仿若瞬间被注入强心剂，在这最后一回合里放飞一场。在他的认知里，此刻的魏宁辉已是强弩之末，自己手握数百者制胜之道。然而事实当真如此，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后续发展。有些人体能要打出有质量的反击。哦，魏宁辉有点下降厉害了。对。踉跄了，魏宁辉体能下降了，体能下降是体能，所以体能要更来。特别是魏宁辉的这个打法有非常好的体能要，没有动作了，对，快了，危险，甚至有可能被但危险。对。好，这有没有 KO？ 最终比赛落下帷幕，魏宁辉凭借自身实力成功赢下2番战，这场复仇之战堪称精彩绝伦。在此，让我们恭喜他复仇成功。那么，你是否喜欢这位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咱们下期再见。